华为的董事长徐直军是这样说的，他说未来2年华为将会维持全球算力都是落在第1名的。川普害死自己国内的产业，川普害死英伟达，川普也害死了他们美国的这些科技产业。各个科学家还有所有的业者都告诉美国的总统川普说，封锁是错误的战略。你必须要合作的方式最主要的是因为中国的科学家跟工程师，第一个聪明，第二个他们勤奋，第三个国家政策支持他们。好，美中科技战，赶快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被美国封了7年的这场科技战，竟然封出了中国大陆的 AI 霸权。今天会来看到是华为浴火重生哦，等一下会来关心到它的新机即将推出的这个5G 手机重返了全球哦。那么辉达的部分在中国大陆现在市占率已经降到双位数以下，被形容是崩盘了吗？北京这个时候吹响它的算力反攻的号角。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欢迎观众朋友在留言区留言，如果您认为在这一场的科技战当中，此刻也就是在2026的下半年，中国大陆已经突破美国的封锁，完全突破几乎哦。那么写1，如果您认为现在还在跟美国就是承受美国的压力的话，留言帮我们写2，一起来做讨论。这场 AI 战场可以说已经变天了。美国原本希望用它的晶片来掐住中国大陆的咽喉哦，没想到7年之后，也就是此刻，境内没有让中国大陆这个停下脚步。现在我们看到的事情是华为正式的崛起，辉达也失守中国。来看到 AI 版图重新洗牌。大家知道说，在近期美国封杀 H100，还有限制包括了部分的 H200出口中国大陆，甚至祭出了白名单制度之后，到底害的是谁呢？因为我们来看到来自于经济学人特别做的统计哦，是不是现在受害者反而是辉达啊？AI 的晶片市占率已经从当时在中国大陆有这么高达95%的市占，现在竟然只剩下8%了。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这么说，他说辉达的先进 AI 晶片在中国市占率可以说是一度已经掉到几乎为0了，几乎都没有了。那另外一部分，那抢下市占的就是中国大陆的华为，尤其是它的升腾晶片已经抢下了超过50%的一个市占。这个是就晶片的部分，但是呢，我们知道科技战现在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在于 AI 了，尤其是算力的部分，现在非常的重要。华为在2026年，我们今天要来看到是推出的新一代 AI 超级算力的集群，这个是 Atlas 950。它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呢？据说可以挑战辉达还没有出的这个它的算力系统，而且呢，华为推出的这个系统运算能力还直逼是全球最高等级的。华为的董事长徐直军是这样说的，他说未来2年华为将会维持全球算力都是落在第1名的，代表中国竞争的焦点已经从不管是在晶片，已经往 AI 的算力基础设施整体来做一个发展了。华为的 AI 算力超车辉达吗？可不可以这样说？等一下请教赖老师。再来就是美国的晶片封锁了中国大陆7年，最后为什么还看到 AI 算力中国大陆有机会成为全球第1？老师怎么看？这个就是各个科学家还有就是所有的业者都告诉美国的总统川普说封锁是错误的战略。你必须要合作的方式因为最主要的是因为中国的科学家跟工程师，第一个聪明，第二个他们勤奋，第三个国家政策支持他们。那拥有这3个特点的话，他们不屈服，他们不会投降，他们只会越做越好，只会在你想不到的时间内完成他们所达到他们所预定的目标。最后证明中国大陆做到了，也证明了他们的预测是正确的。也证明了这个川普是错误的，所以川普害死自己国内的产业，川普害死英伟达，川普也害死了他们美国的这些科技产业。算力现在多重要各位想想，美国为什么千方百计的要把这个 TikTok 把它抢过来，就是因为它的算力最强。它能够精准的知道这个观众或者是消费者他本身的需要。所以它的本身的这套技术，事实上是中国大陆在最早的时候独有的。那现在美国想把硬体的这个设施里面把中国大陆打趴可是问题就是打不趴嘛。现在掏晶片也出来了
当时台湾啊有一些台积电的一些大佬说不可能，落后好多年，3年、5年，什么都可以讲得出来。本来这个黄仁勋在跟美国要去说服他们的时候说，你们不要用封锁的方法，不要阻止我的产品卖到中国。他当时讲说，中国大陆跟着我多近呢？啊，跟着我是奈米的距离，就在我旁边。然后后来美国还是决定封锁了以后，然后他们又讲说，那中国的算力啊，离你的英伟达或者这个涛定理啊，离你英伟达多远呢？他说啊，远得很了。你看，同样的概念，2套说法。那到底他今日的过去的黄仁勋正确，还是后来的黄仁勋正确？不知道。后来有人说，那黄仁勋是不是没有把这个涛定理读完？怎么可能？如此聪明的人，怎么可能没有读通？怎么可能没有读清楚？结果涛晶片出来了。涛晶片出来也证明了，因为科学的东西你没有办法不受检证的。当它出来了以后，很多人马上一猜以后发现它就是这么的强大。现在阿特拉斯也出来了，他也告诉你说我就是在，你拆开来看看。可是问题就在于，英伟达的还没出来啊，就是辉达的还没出来，而中国大陆已经出来了，而出来了以后，我就告诉你，我领先你2年。等你出来以后，我们再来验证看看，因为它新的东西在后面也要出来了。换言之，也就是说，这是一场大竞赛。可是现在的情况已经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中国可以在这个竞赛中赢，而现在不只是在中国的市场，中国赢了。我们也在这个节目中多次的跟观众朋友有预测过，就是说中国一旦做出来了以后，那就不只是在中国的市场内一较长短，而是在全世界的市场一较长短了。换言之，也就是说，当黄仁勋的东西不但卖不了中国大陆，黄仁勋的东西可能在全世界也要面对华为的严重挑战了。是，因为我的性价比如果比你低的话，你除非你能够做出非常好的性价比，不然的话你一定输我。黄仁勋的股价，我觉得可能快守不住了。好，所以辉达现在要紧张了吗？我们刚刚说嘛，这个辉达它在中国大陆的晶片市占一度是从全盛时期的95%，剩下8%而已。接下来如何看后市？杨老师，美国对于中国的科技战，从2017年打到现在，真的是越打越回去，而且他本来是想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孤岛，由美国晶片联盟、整个西方从软体到技术到设备到芯片，通通管制，把中国变成个孤岛，要打压它。结果现在孤岛在哪里？现在孤岛在美国，所以真正的孤岛化其实是美国。我怎么说呢？第一个，他在关税提高变成一个壁垒，就不把自己变成一个孤岛。第二个，他现在不准中国大陆依照用中国大陆自己本身发展出来的成熟晶片跟技术所做出来领先全球的电动车、太阳能板、无人机，不准进口到美国。就只有大疆无人机没办法，因为大疆无人机已经进去很久，所以他把他自己变成孤岛了。那现在在就是芯片的这个发展跟算力的比较上其实我觉得也越接近。而如果当你跟中国大陆的技术跟接近的时候中国大陆拥有规模的经济，拥有整个供应链群聚，然后呢，它内部又这么卷，又有全球南方的市场，你美国根本除了美国之外，现在连西方的市场其实都不需要你美国相关的电动车之类的。因此，你就看到华为的这些芯片，现在当然你说跟辉达的 Blackwell B200，也许还有一代的差距，我们不知道。等真正华为出来，我们要再做比较，这是最顶尖的。但是它说实在，跟 H100已经超越 ，H200 呢 ？H200根本其实中国大陆是愿意开放买，那是因为自己本身现在供应不足，所以干脆用你。为什么？他愿意让你卖的时候，表示他已经不怕你的这个冲击了。因为我自己的本身技术上已经超越你，只是现在是产能不足，所以呢，先用你的东西。所以是不是个 Blackwell B200还跟华为是有一代差距？我们要等待。那至于辉达还有另外一个东西，真正的护城河叫 CUDA，就它那个整个软体这个生态。但是华为的 CAN，
事实上，我觉得可能也接近。现在问题就是说，可能在手机里面的鸿蒙系统，毕竟使用人数相对是较少，但这也不是针对你辉达了哈，这是整个 Google 系统。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这个还很快，你发现到，当美国跟西方想要把中国给孤岛化、打压它、进行科技战的时候，结果你看10年下来，孤岛的是美国，那变成自己本身要守住自己的优势，而优势真的也是不多了。好。那另外一方面，除了这场中科技战涉及到晶片之外，我们也看到实体手机的部分。过去大家还记得吗？2019年当时呢，这个美国禁华为哦，当时禁的东西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包括针对4G 啊、5G 啊各种的零件等等的技术都禁止给中国大陆。那其实短短的几年之内，当时的华为确实是一度几乎撤出了海外的市场哦，全球市占从第2一路跌到谷底。但是我们今天要来关心，就在此刻。7年之后，剧情出现了大翻转，因为华为正式宣布的这款手机啊，我们这个面板上面也有图片。Pura 90S Pro 重返了海外市场，代表它的5G 手机也重返了全球市场。今年的手机在华为的智慧手机出货量，现在正式的数据出炉，上修到6000万只，竟然是创下被美国制裁以来最高纪录，而且重点来了，它也是全部几乎都国产化的，57%的国产化，而且呢少用掉包括来自于日本跟韩国的零组件了。现在整体看起来，包括从晶片的自主到这个鸿蒙系统的作业系统，到整条的供应链，全部都是国产化的。那厉将军怎么看？今年出来这个华为的这款新的手机 Pura 90S 的话，它其实分为2种版本。分为 Pro 版跟 Max 版那它搭配的是它的鸿蒙 OS 作业系统，就是 6.0.0.125这个版本来讲的话，可以说是正式的重回到国际市场，包括它的手机啊，包括它的作业系统都重回到国际市场。那反观，其实这7年走过来，华为这段历程确实是非常的辛苦。从2019年，因为中国要这个质押中国华为的系统发展，所以说不准卖给他4G 还有5G 的晶片，甚至于连供应链，包括到手机上面的镜头、感应器、指纹感应器等等来讲，都不准记忆体都不准卖给华为。在这种状况下，华为必须从零开始，又开始一步一步走起来。但是在去年的时候，他们拆解 Pura 80的时候，发现中国的自制率已经恢复达到57%，那这代表什么意义呢？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他们拆解的时候，才发现拆解的那款手机是 Meta 60，才发现说它那个自制率是19%。那为什么短短3年它整个手机的自制率已经从19%提升到57%？这完全就是因为美国的制裁产生的所谓反作用力。让不管是华为还是中国这个手机的相关的零组件供应链的企业，产生一种危机感，然后自立自强，自己发展相关的晶片还有相关的这个供应链。我举几个比较明显的例子。第一个，原来有一家做这个镜头的因为美国这个对它实施实体管制，这个镜头公司叫欧菲光。这家做镜头的公司，美国对它实施管制，而且苹果跟它断了合作关系。那欧菲光这家公司它怎么办呢？它自己跟这个华为来合作，彼此互相对接合作，变成说它变成华为的供应商，它不是苹果供应商，它变成华为的供应商。而且这方面来讲的话，它的技术越做越好。除了我们知道像手机来讲有指纹的感应之外，镜头的效果也变得比较好，这就是供应链其中一个嘛。另外来讲，在记忆体的部分来讲，储存记忆体原来用的还只是用旧款的记忆体你也脱离不了这个海力士的这种记忆体，但是现在来讲，它都用中国自产的晶片记忆体，包括长江或者是长鑫存储的记忆体。所以中国在这方面来讲，被美国逼出来，所有不只是华为这款手机自己创新，而且连提供给它的这些供应链都自立自强、自力更生。所以我觉得，当自己国家的这种供应链
不被美国卡脖子，我觉得以后来讲呢，后市是一定看好的。观众朋友关心啊，晶片战起风了，艾斯摩尔拉起了警报，示警了中国大陆的晶片风险。今天特别来看到北京3箭齐发，包括了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中国版本的 EUV 光刻技术正式的亮剑，包括了先前谈到的涛定律，还有奈米压印同步3线突破，晶片霸权会不会全面改写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来做深入的剖析，欢迎观众朋友在留言区跟我们一起做留言互动。如果您认为这个大陆的光刻机 EUV 加涛定律这一些可以打破艾斯摩尔的霸权，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目前还要再持续观察，或许还要好一阵时间，那么留言写2，跟我们一起来做互动。过去几年，我们知道美国联手了，不管是荷兰或者是日本，透过出口管制，不让中国大陆取得 EUV 哦。当然了，大陆也就没有办法这么顺利的来发展它的先进 AI 晶片的发展，但是现在要来关心到这个关键节点，2026年的下半年，整场晶片战吹起了一个完全的新风向。来关心到的是最新消息，艾斯摩尔现在担心了。先来看到15号，也就是今天艾斯摩尔会来正式的公布它的最新财报。但是呢，在财报公布之前，市场现在已经提出了许多艾斯摩尔现在面临的风险。虽然看到它的订单因为受惠于 AI 可以满载到2027年底，但是现在市场首度的说呢，艾斯摩尔对中国大陆的威胁跟风险的部分已经发出了强烈的示警哦。原因是他们现在很担心中国大陆快速的发展它在晶片上面的领域，所以呢，我们来看到它要求扩大中国出口的限制哦。这个对于中国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荷兰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荷兰的 EUV 不能卖，那么 DUV 还会面临进一步的限制，这是荷兰卡在美国跟中国之间最尴尬的问题。另外一边，荷兰还要面对的是大陆，它在加速发展它的半导体自主化，所以荷兰现在也在想啦。艾斯摩尔说，中国大陆未来到底它的角色是什么？它会是我们过去就像是过去一样最大的客户，一度占我们营收占比超过40%吗？还是中国未来会变成我们艾斯摩尔最大的风险呢？好，我们看艾斯摩尔的动态，等一下一起来做剖析。艾斯摩尔之所以紧张，我们要来看到这个中国大陆启动了一系列在半导体还有晶片相关的计划。首先，中国版本的半导体曼哈顿计划早就已经启动了，当时寄出的是1000万的高额签约金，不管是挖角来自于艾斯摩尔的工程师，或者是辉达的工程师，把他们眼里进来哦，默默的在这边做研发。他们有一些人就是用匿名的方式，甚至是用改名的方式在里面做研发。最受瞩目的，今天要来看到的这一位是前艾斯摩尔的科学家林楠，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因为他主导的中国的 EUV 曝光机呢，也就是中国版本的光刻机 EUV， 在今年秋天就会来正式的亮相了。那么林楠虽然他是这个前艾斯摩尔的科学家，但是呢，我们看到他在发展光源上的时候，他并没有用到艾斯摩尔的光源技术，是完全走中国版本的技术的。艾斯摩尔的光源技术，这个等一下请委员来帮我们稍微理解一下，因为这比较深哦。它采用的是 LPP 的雷射打极低光源技术，但是中国版本的技术采用的是 LDP 的雷射诱导放电光源，换句话说是跟艾斯摩尔的光源走完全不一样的路哦，希望避开艾斯摩尔的限制，同时也降低技术的门槛。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委员怎么看艾斯摩尔可以说首度对中国发出这么强烈的一个警报，现在他的问题也非常的尴尬，他不能卖 DUV。DUV 也受到相对的限制，但是大陆正在推进它的中国版本的曼哈顿计划 ，EUV 今年秋天会亮相。未来这个中国大陆到底是它的朋友还是它的威胁？那中国自己走自己的 EUV 还有 LDP 的光源路线，会不会成为挑战艾斯摩尔霸权最大的威胁？委员怎么看？对，当然啊，就是说 ASML 最近的财报之所以这么漂亮的原因，是因为美国跟这个西方势力封锁了这个中国大陆去购买 EUV 的可能性，所以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所有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厂是全面的疯狂扫货，扫什么？扫 DUV， 甚至连二手的 DUV 都一起买哦。那么 DUV 当然比起 EUV 来说是低一阶的哦，但是毕竟如果在没有 EUV 的情况之下，它当然要
要这个库存到足够数量的 DUV。那么因此你就会发现说，在这段期间，中国大陆的市场光是买 DUV 这件事情就占了 ASML 营收的40%了。所以呢，中国大陆对他来说算是一个相当大的客户。可是美国的进一步的法案就来了，美国的那个 Match 法案，它现在是要求说 DUV 也不准卖，连零件也不准卖，连后续维修都不准做，就是完全切断中国大陆跟 ASML 之间的关系了。所以中国大陆其实早在这个去年就已经开始展开了所谓我们讲的这个曼哈顿计划，甚至更早。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当时扛起这个曼哈顿计划的最主要的是华为。那么他们当时用高薪去挖了很多 ASML 的科学家，有打造 DUV 或 EUV 基验的科学家，秘密的在深圳组成了一个这个基地，开始进行相关的研发。那么研发这个 EUV 我要跟大家讲说 ，DUV 叫做深紫外线的这个光刻机。EUV 叫做极紫外线光刻机，所以呢，其实最重要就是那个紫外线，那个紫外光怎么产生是一个关键。对，所以就是刚才思敏跟大家讲的嘛，你看到的 ASML 所用的技术是什么？叫做 LPP。什么叫 LPP？ 叫做雷射打锡滴。我要跟大家讲，简单一点来讲就是所有现在这个西方所做的 EUV 跟中国大陆接下来要做的 EUV， 它们的极紫外光都是透过锡这个金属被刺激，然后呢释放出来的这个光，这个紫外线光。所以呢，西方他们所采用的叫做这个雷射打锡滴。什么叫雷射打锡滴呢？他们用很高功率的二氧化碳的雷射在空中精准的轰击高速落下的微小的锡的这个一滴一滴的锡这个滴下来，用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雷射去轰击，每秒要轰击5次。然后呢，借这样的方式让锡滴变成电浆化了，因为它在高空中被雷射打到了，它马上就变成电浆，一变电浆，它就激发出来13.5奈米的这个极紫外光了，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这个光源就雷射光源的重点。可是各位知道这个有多难吗？就是 ASML 所掌握的这个技术的确很难对，我刚才说过，它要击中每秒5次高空落下来的锡滴，难度是多难？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它相当于在什么？在暴风雨里头，你要用雷射击中2次在空中飞行的乒乓球，然后你要用在暴风雨中你要这样精准的击中，这非常的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是一个技术的门槛可是对中国大陆来说，他们很聪明，就是对中国大陆来说，他们已经想到了另外一个赛道，就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叫做 LDP。LDP 是什么呢？ LDP 就叫做雷射诱导放电。那雷射诱导放电是怎么做的呢？一样是锡，可是呢，我不要这样做了，我用低功率的雷射先去射击什么呢？先去照这个摆在电极上的锡的膜，然后呢，你让这个锡的膜变成电浆，然后变成电浆之后，你再通过高压电，然后冲击它，去造成这个电极放电，然后你一样可以得到极紫外光。但这2个的差别在这样的，就以中国大陆用的方法呢，难度是算中等了。相对简单，功率大概是250瓦，那么 ASML 的可以达到500瓦，是。但是中国大陆现在先从250瓦，因为当时 ASML 也是从250瓦慢慢往上拉高的，那么现在是哈尔滨工业大学，跟这个上海的这个光机所这2个单位现在在全力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用 LDP 这个方法结构相对比较简单耗能也很低，成本也比较低，那么而且更重要的是，所有的零组件都可以国产化。是。但是大家可能觉得说，哎呦，那我现在有 LDP 了，我终于可以造极紫外线的这个光刻机了吗？没有，还没那么简单。它中间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技术，就是光学反射镜了。各位知道，这些光一旦生成之后，它还要透过光学反射镜去精准的去打到的这个晶片上的某一个点然后才能有所谓光刻的这种效果嘛。那问题是，所有的 EUV 所有的这个深紫外光几乎会被所有的物质吸收，所以你不管透过什么样普通的这个反射镜它都会被吸收掉，所以它没有任何反射，也不会有折射，什么效果都没有。所以因此，这个关键技术掌握在谁的手上？就是蔡司的手上了。因为如果你要达到不要被吸收，而可以让这个极紫外光顺利的折射，你需要用几十层原子级的平整度的一个叫做木系多层膜的反射镜，而这个反射镜就是握在蔡司手上。那么现在中国大陆正在攻克这个技术所以我了解的是，中国大陆现在的这个曼哈顿计划，他们的目标是2028年。
他们可以正式的打造出来 EUV。当然，可能明年我们就看到了原型机了。可是你原型机还要进行量产啊，你中间还要有个过程。那你说中国大陆因此这几年就撑不过去了吗？大家别担心。第一，我刚才跟各位讲了，他们已经在市场上疯狂扫货了，他们手上的 DUV 已经买到连二手的都买回来了。那你说没有零件，没有零件有什么关系？你就拆你现在现有的二手的 DUV 去换零件就好了哦。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说，第一，它现有的 DUV 已经够了，所以它不至于在未来的2年有太大的问题。第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华为的韬定律，华为的韬定律开了另外一条路，我不用把晶片变小啊，我为什么一定要走到5奈米、3奈米、2奈米呢？我一样7奈米，我14奈米，我会折叠。我要追求的是逻辑折叠跟封装技术。那么我就绕过了要让晶片变小这件事。我就算没有 EUV， 我一样可以打造出来属于我自己的晶片。各位，我们刚才最近这段时间在讨论的华为的一系列的晶片，都是在韬定律上这个基础来做的嘛。那么你更不用讲说现在还有3D 列印哦。那当然，这个3D 列印技术不只是中国大陆在做，日本也在做，但3D 列印技术现在只是刚开始。所以其实，在未来这几年里头，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他们要打造 EUV 已经是他们所下的一个决定了，这是一个国家的政策了，由华为来扛起这个重责大任了。那为什么 ASML 怕呢？因为这世界上没有攻不破的技术关卡的，只是时间问题啊。就当中国大陆能够打造 DUV 或者是 EUV 的时候，它就会成为 ASML 在市场上的竞争者啊。它不但没有少了一个大客户，现在还多了一个竞争者。那你说对于 ASML 来说，它是何其为难的一个重大的损失呢？好，谢谢委员。那观众朋友，我们留言区留言哦。如果你认为艾斯莫拉警报，记得留言写1；如果你认为还要观察，留言写2。同样的问题也请教郑总编。我觉得艾斯摩这个担忧确实是这个正在发生的事情。那就像刚才这个委员讲的，很多一些有关光刻机方面一些技术细节，那我们就不针对这些细节再讲。我只记得去年9月的时候，好像中国大陆第一台 DUV 光刻机出来嘛，当时由中芯国际把这原型机拿去试用，那据说那时候可以做到28奈米，那未来有了以后，它会持续精进技术，特别在今天讲到这个 EUV，是更进一步，那它的发展，我认为它是这个目标和未来这个时程，其实已经初步已经确定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觉得大家要注意到，中国大陆是一个举国体制，他想搞的东西，特别这种国家战略，几乎没有做不到的。包括他以前缺乏人力物力的时候，他1960年代，他可以自己搞出原子弹、氢弹，还有战略核武。那就算这几年我们常常讲的中国航空工业这个心脏病问题，一直是它的一个顽疾。但你看这几年，它这种小涵道的高性能喷射发动机，从涡扇10、涡扇15，陆续出来涡扇这个19等等，即使是商用型的，现在长江1000这种大涵道的商用型发动机，它也在积极发展，未来可能供应它大飞机使用哦。那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因此这种光刻机只是它整个国家这个发展重点科技其中一个环节。那以往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国家越禁止、越打压，它往往可以开出一个中国大陆从无到有自己的中国花朵。因此从这样的一个模式，我认为发展出光刻机，而且是获得一些中国特色技术挹注的光刻机，那这个一定是这个我认为成功率是很高。因此，这个对于艾斯摩尔来讲这个噩梦或许1、2年还不至于成真，但把时间拉长到可能5年甚至10年，那中国大陆可能会具备独立的光刻机研制能力。到时候整个国际市场就不是艾斯摩一家独大的局面，当然对它未来发展来讲，这是很大很不利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类似产品通常会有极大的价格优势，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白菜价。那到时候西方这些这个寡头企业如何维持它的高获利，这个势必难以为继。好。
所以也代表说，美国的晶片战还有对中的晶片封锁已经完全失效了吗？等一下请干哥来帮我们看。那其实呢，刚刚卢委员帮我们讲的，除了这个中国大陆自产这个 EUV 国产大陆版本的可能在2028年有亮相之外，现在另外一条路线就是它完全不需要用到，不管是荷兰的 DUV 或者是 EUV 的2个技术，包括第一个委员刚刚提到的涛定律，这是华为的涛定律。第二个事情就是大陆的压印奈米压印。不用 DUV 也不用 EUV 哦，它是把电路压印在晶圆上，那么它这个渴望比传统的曝光设备降低大约90%左右，那么这是指设备成本哦更低了。那这个干哥又怎么看？好，它除了涛定律之外，有一个压印原理哈，就是说它是误差控制可以到0.5%以下，然后偏差小于2奈米，你就觉得说可能吗？只要是中国人，绝对做得出来。所以这个叫什么？叫做奈米压印技术。大家就在想说，它只要一次压印啊，它就可以复刻了。它到复刻之后，它就可以，它就不用 EUV， 也不用 DUV， 它都不用这些技术，它只要一次复刻，它就可以成功。但是你这样子讲，好像很快就过去了，有点草率，里面一定会有良率问题，里面还有产量问题。你用这样做出来的东西，它良率是不是能够跟得上？但千万不要忘记，中国人最会做什么一件事情，叫试错。错了是不是？没关系，我改。又错了，我再改。总有一天我会改到可以容许量产的那个地步。这个就是你说中国人的韧性，有时候你真的觉得说，我现在要马上生出产品，做得出来吗？可以做得出来，但是品质有没有达到那个要求？可能达不到，但没关系。我们可以试错，这其实老实讲一句，涛定律也是在一样这种逻辑折叠的技术下面去慢慢发展出来，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黄仁勋他会害怕？他就讲那个话，他说：“我跟你讲啊，我们 NVIDIA 本来在中国有90%的市场，现在已经趋近于0了。”对，他讲的话好悲情啊。怎么这么大的一家公司，半导体公司，结果现在已经快没了？然后对，就是因为川普你的这种打压嘛，而且你这种打压，他说什么？这种打压叫做本末倒置，你会造成中国自己找出一条路出来。那所以说，如果说它这个压印技术跟涛定律，它都能够在2031年的时候，能够真正的，我们现在先不要看到2031年，对，我们就看今年秋天。要出的华为 Mate 90新机，它是用麒麟的那个晶片，你就看看到底华为做出来的结果是不是真的应验了所谓的涛定律，或者是像这种压印技术，真的能够成为未来大陆晶片市场的主流，就可以知道说它的潜力可不可以达到它2031年的要求。我觉得今年秋天的那个新的手机的发布会，真的很值得我们拭目以待。特别提到的中美科技战，首先先看到今天的火线话题，一共是3个，我们等一下会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析。华为喊出的，接下来不用再靠西方国家的 EUV 了，也能够冲刺在1奈米。1.4奈米，并且抛出了涛定律，这个是什么？等一下会请专家来特别帮我们做解读。这个定律可以挑战摩尔定律，这是一个技术上的大突破，也会准备改写全球半导体游戏的规则吗？第二件事情是回顾一下。华为在过去6年一共是量产了381款的晶片。黄仁勋自己坦言了，大陆的 AI 市场已经逐渐的在美国方面对大陆市场逐渐失守了。艾斯摩尔也罕见的因为了这个美国对中的限制而杠上了华府，反对出口管制。全球晶片的供应链现在已经升级为一个政治问题吗？在中国大陆快速的冲刺之下，艾斯摩尔辉达霸权还能够稳得住吗？这是第2个问题。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美国请全国之力要来拼半导体产业吗？一方面推的这个法案要围堵大陆的晶片，要求盟友一起围堵中国。到马斯克他宣布要盖这个超级晶圆厂帝国，这一场科技之战背后抢夺的是 AI 霸权，也或是美元或人民币霸权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
赶快要来关心到是大陆的科技战，这一回真的会改写规则的一个新的突破新阶段了。最新消息，华为正式的抛出了全新的半导体理论。涛定律透过逻辑折叠的技术是可以不依赖 EUV 极紫外光机的曝光机的，最快他说2031年就可以做到量产1.4奈米的晶片了。一旦成真，等于是公然挑战了过去数十年来称霸的摩尔定律。我们赶快来看到华为过去的成绩，这6年来量产了包括了381款的晶片，今年秋天还会再推出它的新一代麒麟手机晶片，号称透过这一种逻辑折叠的技术，可以搭配晶片大幅提升 AI 的运算以及它的能源效率。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赶快请聂老师来带我们关心到的华为抛出的这个涛定律，而且不用用到 EUV 就可以把晶片持续推进到1.4奈米。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奇的技术？真的可能做到吗？摩尔定律现在被说已经逼近到了物理的极限，难道未来是在靠先进制程，还是另外一场全新的架构革命？那聂老师怎么看？好，其实我这里要科普一下，还好我有一些工学院的背景，而且我一直在教数量方法。有一个字，希腊字非常之重要，我相信我不科普，很多人还搞不清楚什么叫做涛。我不知道两位知不知道？因为我是工学背景的，知道吗？知道吗？你们可能都不知道。涛就是这个字，涛是什么东西？希腊字就是 T 的希腊字。T 是什么？就是时间 time。好，这样你就知道了。所以我跟大家报告一下，非常清楚，涛定律就是维持它另外一种可以超前的这个速度，也就是这个效能更超前，它是用时间的压缩，而不是过去用把一个同样的一个单位中，比如晶片或叫机体电路，把以前的电晶体啊，把它压缩，一直压小，那小到你根本看不到。什么叫奈米技术？越小，同一个单位里面放越多的这个电晶体在里面，它走越多的电路，你可以在越小地方做到越超强的能量，不是这样吗？就做小，大家知道哈。那小到很小的时候，你就必须靠一个东西。我跟你讲，你显微镜是不是可以才能看到很小的东西？你就必须靠那个所谓的极光机啊、EUV 啊，这个所有的这个艾斯摩荷兰就专门做这一块，让你很小的东西可以光照进去呢，真的照那个蓝图，你才可以把电路照过去。那小到不行，再小再压缩，你就会发现就会超过我们后来在前几年讲的叫摩尔定律达到了极限。那我先回顾一下，我们基本的科普一下，什么叫摩尔定律？摩尔定律呢，是当时不可一世的一家非常厉害的机电路公司，叫 Intel。在我那个美国读书的年代，所有的电脑，我们不管当时的 Clone 啊，从那个 PC， 我们从286、386到486，当时机体只有256 K 到1 Mega、2 Mega。我在美国开过电脑公司啊，先报告一下。也就在那个年代，我们所看到CEO加上就叫 INT 5个字 ，Intel 不可一世的当 CEO 叫做 Gordon Moore。他就觉得他们太厉害了，我跟你是，他认为我们可以在18个月到24个月，也就是2年之内，让我们所有的一样的东西，我们越来越压缩，技术越来越好，让你越来越小，越来越好。你看到一样的东西，我可以做到越高效能，越高效能，越来越厉害。每2年加速2倍的含量在里面，越来越什么东西小。那但是大家要知道，其实啊，这个我们讲的我们的对岸华为，因为受到了晶片制裁，刚刚讲到6年。不是麒麟的这个麒麟这个晶片，不是供给华为手机，好像越做越棒，好像怎么也不太输，有没有？当然，它还没有办法做到先进奈米制程。虽然我们的中国大陆它的成熟奈米制程在全球 way alone 已经真的掌控了全世界任何我们不管民用的大部分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的使用的 gadget 的商品。可是你知道，比较高科技、很先进的这些奈米制程啊，甚至3奈米以下的，我们讲台积电基本上全球一枝独秀嘛，就是三星还有 Intel 早就大概在这个方面退场了啦，它只能衔接这个台积电过去来把它的技术技能再加持。我现在重点就在那，当对岸被大家知道，川普1.0还没有打那么凶，在2019、20的时候，那个拜登的时候就开始对华为做产生的禁令。那大家要知道，当时在2018年是先知道华为很厉害，先把孟晚舟抓起来，把他这个弄了30天，有没有？我要讲的这件事情是告诉大家说，美国看到华为的成长，他不让他成长，因此对他做了非常多的压缩。这之后呢，在华为让他无洞可钻的这种制裁之下，3次的清单，到了2020，那我们的对岸真的受不了，他只好用他过去曾经提过一个定律，这个定律其实他们很早就提出来了。
那这个有一个人，我们必须讲一下，叫做1996年入到华为进去的一个女人，叫做何庭波啦。这个人呢，跟大家讲一下，她是一个董事。你不要小看这个人，他是双硕士啊，他也没拿到像我这样拿博士。重点博士不重要，他是一个物理和通信的双学位。重要是他是湖南人啊，抱歉啊，因为我也是湖南人。重要是湖南人很能做事，很有架子，做事就专注，就跟最近有一个机车叫张雪一样。都是湖南人，湖南出才子啊！就毛泽东不也湖南人？好，重点来了，也就是我们这种湖南人精神打拼。他当时做他的业务部门，就办到业务部门 CEO 也做到最强最厉害，所以他被称为叫华为晶片之王、晶片女神，或者叫做技术女神哦。这样一个女孩子，你知道被他们重用。好，这时候他就不断的推陈出新，他因此做出了一个用过去的涛的定律来说，我们用加速的方式，不需要缩小。好，那他就用行动说，在一个城市中就这么大，你的地崎岖不平，我们就尽量盖道路，尽量盖道路，越盖越多，越塞越多，越塞多。好，这个我们基地店越来越多。可重点，他用另外一招，他说我们用折叠逻辑折叠方式 ，logic， 你知道吗？那种折叠的方式，要 fold 它 ，fold 什么意思呢？就是叠加，叠加之后它可以超强。各位想想，我国中就画了一个，我们讲画公路，画高速公路，我就画了天上的公路。你知道，你一旦超过了地上你还要绕路，还要碰到崎岖地形，它是用高架模式，并直接到对岸。我要强调就是，它是用超速的方式去做，也就是不是把这个容量一直压小，而是把时间加速，把时间变短啊，不是小而短的方式。这个东西叫 time 就是涛，希腊，所以叫涛定律。有人当时把它定成叫何庭波嘛，何氏定律 ，Hurst law，no， 它叫涛 law。好 ，anyway， 这是现在华为要做的。那因此呢，这时候它只做速度的加快就是缩短，而不是缩小。你觉得还需要 EUV 吗？对。所以荷兰会担心啊。那当然，它现在要做1奈米，不是说它可以做到这么小到1.4奈米，那是一个大小的概念。他说它的效能可以达到1.4奈米这样的一个逻辑折叠，让它可以做到。即便先进制程，就我们讲1.4奈米好，2奈米，甚至将来到1奈米好，所做的东西，华为用这种逻辑折叠方式，一样涛定律可以做得到。好，所以我们看到华为最新宣布的这个新突破涛定律，这个消息一出来，真的是坐实了现在艾斯摩尔跟辉达可以说他们的噩梦，因为他们先前就已经预言说中国大陆很可能会超车，现在等于是坐实这个噩梦即将要成真了吗？我们来看到，所以呢，这2家公司企业的大佬赶快站出来喊话。首先是艾斯摩尔的执行长福克罕见发了一个重话，他说持续对大陆市场的出口限制只会加速中国的自主研发，而且他也用沙漠求生来比喻中国大陆现在在自主研发的这一条路上面，他说他可以在逆境中自给自足哦。对于艾斯摩尔来说，他说现在此刻就是存亡的问题了，并且他也从这当中看到了具体的数字，中国大陆艾斯摩尔在中国大陆的营收占比会从去年的33%，在今年会暴跌到20%，所以荷兰政府已经正式的向华府表达了不满。而美国到底是祭出了什么政策？事实上就是在4月份祭出的这个 Match 的法案，要求不管是盟友日本啊、荷兰都会限制卖这一些高阶的，不管是先进设备、晶片等等 EUV 啊、DUV 给中国大陆。那另外一方面，一方面我们看到艾斯摩尔是抱怨美国所做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现在得知的一个消息是，艾斯摩尔执行长私下证实他有跟马斯克会谈，因为马斯克呢最新他说他计划盖一个高达1190亿美元的 Terafab 超级晶圆厂的计划，地点选在德州，接下来会打造的是整合逻辑晶片、记忆体、先进封装这一种超大型的晶圆帝国，被视为说，难道现在美国也要复制中国大陆的模式吗？透过这种国家的力量，再加上科技巨擘的这种力量，一起来扶持当地的半导体产业吗？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说了噩梦成真的，还有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了，他再次的点说，在美国的出口管制之下，辉达已经把中国的 AI 晶片市场大致上都拱手让给华为了，听起来有点认输的感觉哦。那么他还强调说，华为在今年会非常的强，尤其是在接下来的1年，他说他会再创佳绩，而且本土晶片生态链也发展得非常好。接下来，华为可以完全不靠 EUV 发展出走出它的新的一条路吗？对于艾斯摩尔跟辉达来说，又会有多大的一个威胁？那这是一个全新的产业革命吗？谢大师怎么看？对，这个就是一个全新的产业革命，所以艾斯摩尔很紧张。
我想全世界这些有关晶片的主要的大厂啊，还有就是说晶片设备的制造厂，我想现在都还要想搞清楚到底什么叫什么涛定律啊，这个要不然就是赶快学，要不然就是搞清楚对它这个产业造成冲击有多大，刚刚摸清楚。我想这应该包括我们台湾的这个我们所谓代工产业我想冲击一样大，一样大，因为这个就很简单嘛，就变成就是说这个科技的一进步会把一整代的东西全部淘汰掉。铁路出来的时候，中国的大运河就没什么用了，全世界大运河都没用了，不靠运河漕运了。你要说在中国在清末的时候，清朝以前全部都是漕运。北方、南方，然后呢，重要运输都是靠船漕运所以有这个青帮，这个所有的都要有规则的那铁路一出来以后，中国所有的运河都淤塞了，就是这么现实那你更不要讲说，我们小时候可能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我们以前哇，Sony Sony 这个多让人向往现在你看它不行了。它就主要它没有跟上这个科技发展的脚步，它的产品没有跟上来。那更不要讲日本当时做那些什么 做那些什么 Walkphone 那些National 现在没有了。那现在唱片大家是玩家在玩了。以前我们听音乐都是唱片，唱片录音带一出来，唱片就没了，唱片也通通关门。然后呢 ，CD 一出来以后，那个录音带也没了。现在 CD 你也买不到了。对。为什么买不到？现在大家都用手机直接把音乐都 download 下来，或者我在手机上就加入这个音乐网站就可以车上也可以听，走到哪都可以听，要听什么都可以听。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科技隔代换代是最可怕的。你要知道你是不是会被淘汰掉，因为这个所谓时间缩微嘛，他刚刚那个聂教授也讲得非常清楚，时间缩微，过去是什么？是物理缩微，把你这个物质把它缩嘛。那现在他是用另外一个概念来做，就完全另辟蹊径嘛。同样产生的效果，他说我2031年我做出来的晶片就是达到1.4奈米的效能，对不对？那怎么做的话，可能我的整个内部设计各方面都不一样了。是，对，所以他说，所以最近就变成就是说，当时华为在被这个封杀的时候他花了大概4年的时间嘛，1500多天嘛，我记得他们讲1500多个日子里面，他们突围了，也就是那个他当时的那个晶片，手机的晶片突围。那当时手机一出来就是 Mate 60P 嘛，我记得 Mate 60，一出来的时候，哇，各国都把他那个手机赶快买去，把他那里面的核心处理器拿出来拆出来，发觉果然是中国大陆做的，不是外面。什么？我们台积电帮他做没有了，然后呢，中国大陆设计的，纯指7奈米，那他们就很奇怪，怎么做得出7奈米？那他现在已经讲了，他们已经用这个所谓的这个定律这个时间的这个定律来怎么样？已经设计了300多个晶片了，然后2031年就要做出1.4奈米等量的这样子的晶片了。你说这些公司？哪个不紧张啊？对，如果我们台湾有公司不紧张的话，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这个实在是一个大地震。对，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场全新的科技革命，刚刚讲了嘛，这个包括了各个科技产业大佬都非常紧张，不管是辉达，不管是艾斯摩尔。那同一时间呢，艾斯摩尔现在是另辟一个新的商机的一个新管道吗？因为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嘛，执行长特别跟马斯克联系上了，因为马斯克说要在美国的德州这边盖一座超级晶圆厂，而且是砸1000亿美元的。现在被解读是不是美国也要复制大陆的模式，做到请国家之力来扶植半导体产业？那这背后争夺的是 AI 科技的主权，干哥又怎么看？但是我是觉得马斯克他如果要造一个超级工厂，那个依照艾斯摩尔那个执行长傅凯他所讲的就这个根本就是一个 crazy plan， 非常疯狂的计划。因为他说第一步投资下去就是我们台湾投资美国的那个价钱，就200亿美金先丢了，但到最后这个厂在德州这个厂规模会大到1200亿美金，那是多大的厂啊！
其实我今天坦白讲一句，1200亿美金，马斯克他要怎么个融资法呢，才能够融资到那么多？政府不帮忙，我看很难的。所以刚才思明讲的没有错，也就是说要扶植自己的产业。而马斯克在跟傅凯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傅凯说他很认真哎，本公司艾斯摩尔是全球唯一能够做深紫外光刻机的。我是每天都要等着那个什么SK 海力士啊，或者是英特尔啊，抱着现金来找我，为什么？只有本公司做得出来，只有艾斯摩尔做得出来。可是你不让我艾斯摩尔卖深紫外光刻机给大陆，给中国，对，你知道我们少了多少营收吗？其实我今天坦白讲一句，他讲的不是我讲的，他坦白讲一句，他说虽然艾斯摩尔很赚钱，但是在银根上面，老实讲一句，每一家像这样子的半导体啊，像这样子的公司啊，他们都是在跟时间在赛跑的，真的一定是这样子。辉达也一样，所以我一旦失去了这个市场会怎么样？大家就晓得了嘛。然后马斯克跟他谈的时候，马斯克非常紧张，非常认真跟他谈这个事情。他说：“总裁，我跟你讲哈，我马斯克我一定要，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我的特斯拉跟以后我的星链的整个系统，没有你们艾斯摩尔的东西，我们是做不出来的。是，而且我非常非常的重视我们未来，就说我们这个电动车以及星链计划，再过10年，能不能够仍然引导着世界的潮流？这个是马斯克他最关心的。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他说：“我跟你讲，这个封装厂啊，是从生产到测试到封装一体成型。我们现在听起来就好像跟着像华为一样的嘛。美国人从来不干这种事情的，现在干了，你就知道说他们的危机意识有多高。所以你就在想，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他所讲的最后那一句话，他说：基本上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把 AI 晶片的市场还给华为，我们还给华为，我们不要了。以前我有1/5的利润是从这边来的，我们现在通通还给他。为什么？因为你让我们失去了这个市场，就像艾斯摩尔也是一样，他现在也失去了，也是一样失去这个市场啊。但是当然那个1.4奈米是不是真的在2031年能够成功啊？现在看起来还有好几年，但最后如果真的成功了的话，那要倒霉的是谁？川普已经做完他的总统了，是美国的产业要倒霉，这就是事实。